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最近有不少的玩家发现到，万国觉醒在更新之后多出了一个功能，就是自动采集的功能。但是这个只是写在我们的采集点里面而已，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一行字，自动采集功能开启之后。但是我感觉好像有蛮多玩家误会了它这个功能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这个影片主要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啦，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是已经帮你们去询问过客服了。那现在其实这个功能是还没有推出在万国觉醒里面了，但是他说之后可能会增加在万国觉醒里面，但是是某一些王国会进行先锋体验版本，多数的王国我们依旧还是需要手动去采集的。但是大家只是注意看到自动采集功能这几个字而已，而忽略掉了它这边规则所说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自动采集。OK， 那么它这一次的规则呢，是从第6点开启的。你们可以看到，自动采集功能开启之后，部队会自动采集当前资源点，直到该资源点枯竭。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开启了这个自动采集功能之后，如果你这个资源点你没有办法采集完毕的话，它就会自动的重新再帮你从城市里面带出一些部队过去采集这个资源点，直到这个资源点采集结束为止，就是把里面所有的资源采集光为止。在自动采集过程中，下达任何的行军指令都会终止自动采集。就比方说，你这个部队突然之间拉过去打架，或者是你这个部队要拿去做集结什么之类的，都会终止采集。自动采集过程中，如果部队受到攻击，或者是资源点有其他的玩家部队进行采集，导致部队回城，那么你的部队将终止自动采集，不会再出城。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合理啊，就是它的系统没有这么聪明啊，可能官方用的 AI 没有这么厉害。就是假设系统检测到里面已经有人挡着了你的采集点，你的部队没有办法就是2点1线这样子去采集的话，它就会自动停止。至于被打为什么会终止，可能第一点就是怕对方都已经在打你了，有可能如果你再重新派部队出去的话，很容易会再次被打。另外一个理由可能就是你的城市里面或许你的部队就只有这么多而已，你一开始所设置自动去采集的部队可能就只有100，那当你的部队被打剩下差不多90而已的时候，就跟你一开始所设置的部队数量是不一样的，就变成说那个系统感觉你不够部队了，他就不会重新再派部队去采集这样子。但是他这里也是有限制哦，当次自动采集指令采集次数上限为50次，达到上限之后，部队不会再自动出城采集了。这个就是这个自动采集功能的一些规则。OK， 相信大多数看到这个规则，看到这里的观众都会认为说，是不是说我下线了之后，我就可以自动去派部队去采集？我就从此不需要再上线去采集了呢？不是这样子的，你们误会了。其实它这个自动采集的功能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跟你说，你采集的时候可能说，我只有 T1 的部队，但是我的 T1 部队可能就只有3万而已。但是我这个3万部队呢，它的负载能力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采集点给采集空的。就比方说我这边采集，刚好现在已经满了，然后它就会自动回去。当它自动回去你城市之后，又会自动再派部队出去，就跟刚刚那个数量是一样的。比方说我刚刚是用3万，它现在第2次也是一样，3万又派出去，又采集满了负载之后又回城，又再出去这样子而已。它这个功能主要的目的呢，是给一些新区的玩家，因为新区的玩家大多数他们的兵力没有这么多，没有办法把整个采集点给采空嘛。尤其是你刚玩这个游戏的玩家，你们也知道在早期你在开新的账号的时候，你至少前面1-2天你都是一直要上线，可能大概20多分钟、10分钟这样子就要上线一次去看一下你的采集部队。然后你的身边呢就一大堆这种采集点啊，可能采集到一半而已啊，并没有把它采集光的这种资源点。它这个自动采集的功能是为了这样子而已。那为什么议员可以这么笃定这个东西呢？
因为在万龙觉醒也是有这个功能，你们知道为了拍这个影片，我还特意去下载了万龙觉醒回来演示给你们看吗？这个账号我好像印象中是好几年前所开的一个账号，根据这边招募时间来看是2023年了，我已经差不多3年没有去开这个账号来看了。OK， 那么这边不要讲废话，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在这里呢也是一样，你们点开这里规则也是有写一样的内容，自动采集过程中不啦不啦不啦一大堆一样的东西，就连它这边的上限次数50次也是跟万国觉醒是一样的，都是50次。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万龙觉醒似乎是已经开始这个功能一段时间了，所以你们点开资源点的时候，它会多出了这个东西。自动采集至清空，你们需要把这个东西给开起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开跟没有开有什么差别。就比方说我现在已经是关闭的情况下，然后我派遣我的部队去采集，那这边演示给大家看，我就不要带太多部队啊，因为它采集的时间会比较久。我就大概带了21个部队去采集这个资源点，它这里只是需要花18秒的时间就可以采集完毕了。那我们看，当它采集完毕之后，它这个系统会让我这个部队做什么东西？在没有开启的情况下，采集完毕了，然后现在我的部队回去城市，就是我们一般采集的情况下，就是回去城市就结束了，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自动采集至清空这个功能开启，然后按采集，这里演示给大家看啊，也是一样带大概20的部队就好了，我们不要带太多。OK， 各位也可以看到啊，我带的数量是一样的。那采集的时间也是跟刚刚一样，就大概18秒左右而已。这里你们可以点开查看，18秒，我们就等这18秒之后它会做什么东西。OK， 这边即将采集结束。OK， 现在我的部队是回去了的，然后我的滑鼠标点击任何的东西，我们看这个系统会让我的部队做什么。你们看到吗？他回去碰到一下我的城市之后，他又返还回去了。然后我这边携带的部队依旧还是21，就是说一开始我设置了多少的部队去采集，然后点击了这个按钮，就是自动采集功能之后，它回到这个采集点依旧还是用一样的数量去采集，就是它已经写好了一个代码。你自己设置多少，它就去多少。你这个 A 点去到 B 点的距离是多远，它这个代码全部都是已经记录下来了。所以它现在只是会一直不断的循环，从 A 点去 B 点 ，A 点去 B 点，这样子来回重复而已。这个对于早期玩家来说是有帮助的，但是也是有上限的，就是50次而已。如果你带太少的部队，这样子来来回回，你的50次很快就会用完了。要取消的话，就是你把你的部队从这个田里面拉开呀，放去你的城市啊，或者是去打野蛮人之类的，或者是你这个采集点可能被敌人给攻击，这个采集点可能有其他的部队去采集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消失掉。像我现在已经拉出来了，它就会停留在原地，就不会回去采集点了这样子。所以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你完全不用上线的情况下，你的部队会自动帮你去采集，并不是这样子。那当然，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管理自己的账号啊，它会自动帮我们采集啊。然后还有就是想到，可能这个功能呢也是会被绑定在我们的月卡里面。但是我一开始来检查万龙觉醒的时候，再看到，它这边的功能其实跟我们万国觉醒是一样的，就是有自动翻译啊，提前解锁一个部队啊，还有自动打野蛮人，但是并没有写到自动采集。所以这里我就去研究一下，它到底所谓的自动采集是怎么样的功能。所以现在我是已经知道了，也是分享给大家知道，就是避免大家会误会说这个自动采集功能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所以严格来讲，它这个自动采集的功能呢是不需要花钱去解锁的，它主要的目的是给那些每次采集没有办法采集完毕的那些账号去使用。也不会造成其他玩家的困扰，不会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便没有人去清干净这样子。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功能其实对于我们老玩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我们现在万国觉醒的老玩家大多数部队都已经很多了，就是我可以直接派一整组的部队把这个资源点给采集清空的，我根本不需要这个功能。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个自动采集功能的介绍啦，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我是觉得说，可能有一部分玩家会觉得很失望，因为他们可能是想着说，我以后就不需要再上线万国觉醒了。
我只是需要等到打仗的时候才上线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